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 唐山打人事件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唐山大地震，引起了中国和全世界媒体的关注，不仅点燃了中国的舆论，还引爆了一波全国各地实名举报的热潮，举报黑社会、城管、警察还有政府官员。社交媒体都已经被这些铺天盖地的实名举报刷屏了。然后在这个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，唐山公安局称要打黑，鼓励群众举报，结果前来举报的人多到排队好几个小时都进不去公安局的门。之前有不少人洗地，说唐山打人只是单一的事件，中国整体还是很安全的，真的是被啪啪打脸。这件事情既然发生了，那么大家关心的重点自然就是受害者的安危。但是一天天过去了，媒体上关于女孩们的消息一直是音信全无，没有媒体采访受害者，也没有媒体采访受害者的家属，没有领导探望受害者，也没有人为此出面道歉。有记者到医院采访，被警察和国保阻拦。现在从外地到唐山必须要有社区接收，不然不能出站。在官方没有消息的情况下，网上流传他们已经去世。当地不少市民到胡同献花纪念，很多人在网上呼吁公开受害者的状况，被删帖封号，甚至受到人身威胁。就连最早公布打人视频的人也噤声了。在没有官方定论之前，一切都是谣言。上百个网络账号被封，上千条内容被删除。面对网上的各种质疑，6月13日官方报道说，记者联系医院，医院说为了保护受害者隐私不能透露。联系警方，警方表示要联系宣传部门，所以也没得到任何回应。新闻的标题是妇联辟谣烧烤店被打女子死亡，但是仔细看内容却发现，妇联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被打住院的女性是否在 ICU， 连在不在 ICU 都不清楚，怎么就清楚她没有死亡呢？而且还说根据领导要求不能接受采访，一切以官方为准。换句话说就是我说的你们可别当真啊，还是要以官方的为准。6月16日官方又报道说，女子去世的传闻应该肯定是没有。这些都只能算官方媒体的报道。6月21日在事件发生11天后，正式的警方通报终于来了。通报表示2个女孩到了医院后无需治疗自行离开，另外2个住院接受治疗，目前伤情已好转。从打人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女孩们都被打得很惨，无需治疗自行离开，这个很难让人信服。还有视频的后半部分，我们能看到女孩被拖到了小胡同，胡同里也是有监控的，那里的监控官方一直没有公布。而且关于有人说4个女孩都死了，流传出来的这个可能是假的，因为被打的白衣女孩一开始穿的是长裤，后来到了医院里变成了短裤。关于这些种种疑点，官方都没有做出解释，只有空口无凭的文字定论。这样的官方通报肯定不会让人满意。面对民众的质疑，不少网军出来洗地了。他们说，受害者不出来又怎么了？政府保护受害者隐私有错吗？你们这些人就是希望他们死，然后就可以吸引流量，吃人血馒头。在官方以保护受害者隐私为由拒绝媒体调查的情况下，到底真相是什么，是无法用证据说清楚了。无法用证据，那我们就用逻辑。中国政府是从什么时候这么注重保护民众隐私了？我咋不知道？而且这次在面对各界人士质疑的情况下，还那么坚定不移地保护人民群众的隐私，这样的中国真是让我很陌生啊！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。中国政府会为了几个女孩的个人隐私，不惜罔顾民众的质疑，不管政府的脸面，不顾政府的公信力吗？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阻止采访、网络删帖，为了几个人的隐私下这么大的血本，我看联合国是得给中国发块匾呢。世界第一隐私保护国，当之无愧啊！请看到这里的小粉红和五毛，欢迎你留言洗地。如果真的如官方所言，受害者没有事，中国政府才不管什么个人隐私呢，不愿意也拖出来为政府站台，因为他们出来能够打消民众对政府的疑虑，恢复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。在中国，为了国家和政府牺牲个人利益，那是正能量啊，那可是会写进教科书的呀。几个人的个人隐私算点什么？就像之前彭帅曝光张高丽之后消失，国际媒体和不少体坛明星都在关心彭帅，中共不惜频频让彭帅3天2头的露面，参加各种活动，
吃个饭也拍成视频，官方还曝光了他给国际网球协会发的邮件内容。明星就没有个人隐私了吗？所以很可能这几个女孩凶多吉少。之前的铁链女也是如此，官方的一句正在接受治疗就没有下文了。想关注她后续安危的网友前去丰县调查都被抓了起来。她已经精神失常，被铁链当狗一样拴起来了，还有什么隐私可言？你总不能还相信政府也是在保护她的隐私吧？所以网上关于她已经被灭口的传言，这么推论大概也是真的。另外，官方通告的验伤情况更是让人无语。被打得最惨的女孩被定义为轻伤2级，这个民众肯定是更不买账了。面对民众的质疑，官方媒体开始猛推所谓的轻伤不轻，重伤很重的说法。这不纯粹就是忽悠人玩文字游戏吗？你还不如直接把轻伤改名为重伤，重伤改名为超重伤算了，跟奶茶店把小杯叫大杯，大杯叫超大杯一个意思嘛。不管你叫什么，小杯还是那么小，叫什么这都不重要，重点是轻伤还是重伤是跟量刑有关。如果是轻伤的话，那么才判3年。2016年，一位女游客在丽江的一家烧烤店被打得面目全非，毁容一辈子，结果也就是定量为轻伤，最终的一个被告才判了3年半。后来过了半年，舆论热度过了之后，被告和受害者达成和解，受害者撤诉，施暴者1天牢都没有坐。法律本来应该是保护弱者的，但是中国的法律却是保护强者的。没有人希望被打的女孩出事，我们希望曝光他们的状况，绝对不是吃人血馒头。在中国现在的这种社会，持续关注受害者才是保护他们不受打击报复最好的方式。让他们完全消失在公众视野，绝对不是对他们的保护。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丽江的女游客会在半年后撤诉，他们都能在全国舆论关注的情况下把重伤改判为轻伤，法律都站在他们的一边，坐牢最多3年就出来了，你敢不跟他们和解吗？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社会啊！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那个时期，是中国人最能赚到钱的一个时期，也是小粉红大量成长的一个时期。未来面对疫情压力、国际压力、世界范围的经济下行压力，中国人的戾气只会越来越重。中国政府必须在各个方面加强更严格的管控。如果以前那个时期是小粉红成长的时期，那么在未来和以前相反的社会状况下，一定是一个让中国人苏醒的时期。之前的铁链女，这次的唐山打人事件能得到这么多广泛的关注，也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，我们从受害者有罪论和中国两性不平等的角度出发，分析了唐山打人事件。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中国女性地位歧视很高，中国真的有女权这样的观点。我当然不否认中国有个别的极端女权，但是整体来看，女性地位是绝对低于男性的。因为中国本质上还是弱肉强食的社会，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家长制的男权社会。分开来说，在政治地位上，做官的女性能占多少？在经济地位上，社会大部分的财富还是掌握在男性手里吧？财富榜上有几个是女性？相对于女性，有多少男性被家暴？有多少男性被拐卖？我在这里说句不中听的实话，因为真相是丑陋的，忠言逆耳嘛，我也不怕掉粉。觉得中国女性地位太高，讨厌女权的中国男人，根本的原因是在和女性相处的时候受到了打击和挫败。简单说就是找不到女朋友，找不到老婆。但是你不能把这口气撒在女人身上。中共的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比例失衡，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贫富差距巨大，男多女少加贫富差距，女人变得物质、嫌贫爱富是难免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一想，就算是你自己的女儿，你也不会让她随便就找个人嫁了吧？我还是祝大家早点润出来，找个国外的对象，生混血宝宝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